大家好，我是张大哥。现在我们要进行的是这一部，从高雄坐拖车来找张大哥的非常漂亮的铁灰色 W126-560SEL 的8缸分油盘的故障测试。首先我们看到，我们要先做检测的是这颗编号42509的8缸分油盘。那我们可以看到这颗分油盘它的名牌跟其他2颗，总共3颗分油盘，它的颜色不一样。那这个分油盘是这个车主他借用别人的分油盘这个上座来做测试，结果发现车子很不稳定，抖得非常厉害。那它还还有2颗分油盘，我们看到这3颗分油盘的名牌最大的不同是，目前我们要检测这个是别人的分油盘，也就是说他来的时候装在车上这个分油盘，它颜色跟另外2颗颜色不一样。这颗分油盘的名牌颜色是灰黑色，另外那2颗是红黑色的名牌。那其实这 V8 这3颗V8 的分油盘，其实这一颗它不是用在560上面，它有可能会装在560的500应该讲说是500 R129的500 SL， 或者是说500的 W126的500 SEL 上面。那它并不是使用在560 SEC 上面。那红黑色这2颗才是应该要使用在560 SEC 上面的分油盘。那这3颗分油盘我都会做检测那这一颗呢，我不会做整修的测试报告，因为这颗分油盘是车主他跟别人借来试用的那这个分油盘在大哥在还没整修之前，我在试开的结果，它是车子抖得很厉害，感觉上有1缸没有点火。那其实呢，大哥在装在机台上面做第一次测试的时候，我发现它第4缸是完全没有出油的。那所以说是造成车子有1缸没有出油，1缸没有出油，抖得相当厉害的真正原因。那第2个，经过大哥在机台上大概 run 了一下之后呢，它第4缸出油了，但是总体出油量是不足的。也就是说这颗 V8 分油盘560除以8缸的话，1缸有700 CC。那如果说是300 SEL 的话，6缸3000 CC 的话，1缸是500 CC。所以它这一颗分油盘，而且它是细牙的喷油嘴那所以说它出油量比较大，因为它每1缸有700 CC。那在大哥机台上面标准应该是200。应该是1分钟学油应该是200 ml， 但是这颗分油盘呢，我们等一下就会看到，它测试下来1分钟学油门大概在150 ml 左右那但是第4缸现在是出油了，原来是不出油了，因为大哥在做测试之前，一定要先把机器先装上去之后，然后大小油门先让它跑过一遍，让它稳定之后呢，我们才能够做一个很客观的检测。但是呢，经过 run 过2回以后，第4缸出油了，原来是都不出油的这一点我特别要向各位车主报告。那现在我们来进行这个编号42509车主向朋友借来做测试的分油盘，我们来做1分钟的全油门的流量测试。OK， 大哥打开电源，打开定时器，时间设定1分钟。好，开始。
我们这个1分钟的球油门主要是在测试它这个系统出油量，也就是说，行进当中的出油量。然后在大哥机台上面，如果以这个 V8 这颗560的分油盘，应该是在200ml 左右哈。但是这颗分油盘它堵塞了，所以它大概出在150啊。我们来看看，它大概是出在150ml 左右。那原来刚来上机台的时候，第一次测试的时候，第4缸完全不出油哦，可能被大哥在经过机台上面run 过以后，它已经打通任督6脉，所以说第4缸现在是有出油的这是很正常的现象因为其他堵塞大油门给它灌一下之后呢，它事实上它任督2脉任督2脉就通了。OK， 好，时间到，关闭电源，关闭定时器。画面上由右到左分别是1、2、3、4、5、6、7、8缸。我们现在看到150ml在这个地方。第1缸，其实都还蛮平均的第1缸、第2缸、第3缸、第4缸、第5缸都在150ml。第六缸稍微低一点，才140，第7缸也是150，第8缸140，那跟标准的200ml在这个地方标准的200ml的话，就150少了50ml，等于少了25%所以这部车如果说它是第4缸。现在是有出油了。现在如果第4缸现在有出油，以这个状况来讲，车子应该走动不厉害了，但是马力会不足会大油门的时候会酷酷少，会吸不到油，会咳嗽这是供油不足无论如何，这颗分油盘大哥就不整修了我就原封不动让他回高雄让车主跟他朋友报告。它这个分油盘的状况是这样子。